她是现实版的灰姑娘，出生低下阶层，却被封为贵妃，也是泰国近100年来首位获得此殊荣的女人。可不到3个月的时间，就又被剥夺一切殊荣，下了大狱，却在1年不到的时间又被恢复了所有身份。她就是有着泰国甄嬛头衔的施妮娜，她是泰国第一位打破皇室规则纳妾的女人，她就是施妮娜。1985年1月26日，施妮娜出生在泰国北部南府的低下阶层。据悉，她的家庭并不算很幸福，家里的所有生活来源都依靠母亲打工。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这也让施妮娜在学习上格外刻苦。考入了泰国皇家陆军护理学院后，她不仅学习了丛林战、夜间跳伞等军事课程，还顺利通过了飞行员的资格考试。2008年毕业的时候，取得了优异的护理成绩，随后便进入了皇家医院工作。施妮娜不仅业务能力强，而且貌美如花，所以在医院中颇得上司赏识。当时还是王储的马哈和第3任王妃希拉米所生的提邦宫王子，身体不是特别好，还有一些学习障碍。2009年的一天，希拉米带着提邦宫来皇家医院看病，只不过提邦宫却一直哭闹不止，几乎全院上下对他都束手无策。这时，施妮娜主动提出想要为提邦宫服务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她的安抚下，提邦宫很快安静下来，让周围人都对她刮目相看，包括希拉米在内。也因此，后面提邦宫只要来医院，基本上都是由施妮娜服务。一来二去，她和希拉米也就熟悉了起来。同样也是出身平民的希拉米，对于施妮娜有着莫名的好感。正好不久后，他们需要招募一个有专业护理经验的人来做提邦宫的保姆。希拉米第一个就想到施妮娜。就这样，施妮娜开始经常出入王室，同时也因为她的出色表现，也被转入到了曼谷904手工艺职业中心，担任皇宫事务处王储特别事务官。马哈本身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，尽管当时他和希拉米的感情非常好，但见到貌美的施妮娜之后，依旧被她吸引住。在几次相处下来，施妮娜充满朝气、活泼开朗的少女模样，深深烙印在了马哈的心中。虽然他比施妮娜大了33岁，却丝毫不影响他的爱美之心。随后，他便展开了对施妮娜的追求。马哈可不是一般的富家子弟，他的背后是整个王室，而且日后他也会成为国王，带来的将是数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如果施妮娜想要彻底改变命运，这是不可多得的好机会。深知这一点的施妮娜很快就投入了马哈的怀抱中。可能希拉米也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亲手将丈夫拱手送人。为了方便两人的约会，不久后马哈便将她调入皇家护卫队，成为她的贴身保镖，还晋升施妮娜为陆军少校。此后多年，施妮娜都深得马哈的宠爱。在2016年老国王去世后，马哈顺利继承王位，而为表孝心，他将加冕典礼延长3年后再举行。继位后，施妮娜被封为少将，不过希拉米却没有被封为王后，因为早在2014年，马哈就与希拉米离婚，所以此时的王后宝座处于空缺期间。施妮娜一度被大众猜测会成为新的王后，但当时在马哈身边的女人有很多，备受宠爱的除了施妮娜还有苏提达，不过两人都出身平民，属于半斤八两。施妮娜还是很有希望成为王后的。直到2019年的5月1日，泰国官方发布消息称，马哈在当天举办和苏提达的婚礼，并且正式将她册封为王后，一国之母的宝座就此尘埃落定。施妮娜最终败北。为了安慰她，同年7月28日，马哈在自己的66岁生日宴上册封施妮娜为贵妃。要知道，在1935年泰国颁布的民事与商事法典中明确规定了，国内将会实施一夫一妻制，一夫多妻会被认定为违法行为，而马哈这么做无疑公开承认了一夫多妻制的合法化，在当时遭到了国内很多人的反对。尽管如此，她还是一意孤行。这也是泰国近100年来首位贵妃，施妮娜享受到的殊荣可想而知。在册封当天，施妮娜穿着酒红色的紧身衣和紫色长裙，躺在马哈的脚下接受洒水礼。马哈授予她4枚勋章，并册封她为昭昆帕施妮娜披拉甘拉雅尼殿下。在册封后，两人经常在媒体大众面前高调秀恩爱，包括在一些重要的场合，马哈也都会将施妮娜携带在身边，而不是王后苏提达。在2019年8月，
泰国王室在网上发布施妮娜驾驶飞机的多张照片，瞬间引起网友广泛关注，甚至一度造成官方网站崩溃。随着施妮娜麻雀变凤凰，她的家庭也因其平步青云，都被纳入王室成员。其母还曾代表马哈国王向僧侣赠送佛衣，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过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维持太久。在2019年10月21日，泰国王室宣布剥夺施妮娜所有头衔，包括王室头衔和军衔。那么，是什么导致施妮娜在短短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被马哈从天堂打入了地狱呢？这还要从施妮娜和苏提达的争夺皇后宝座开始说起。之前我们说过，苏提达和施妮娜都是平民出生，谁也不比谁高贵，而且两人服侍马哈的时间都差不多。关键是，单从外貌和身材上来看，施妮娜拥有绝对的优势。因此，对于苏提达被封为王后的事情，施妮娜一直耿耿于怀，说到底还是不服气。凭什么苏提达可以是王后，她就只能低她一等是贵妃？从当时泰国王室发布了官方声明中，也不难看出，施妮娜之所以被剥夺一切权力荣誉，主要是施妮娜在苏提达被册封为王后时，使用各种施压手段进行阻挠，意图想让自己被册封为后。其次，施妮娜多次违抗命令并干涉王室事务，并且还不感恩对马哈授予她贵妃的称号，甚至还想要与苏提达平起平坐。还有就是施妮娜假传圣旨，对各种人士下达命令，让其对自己唯命是从，在没有经过马哈的允许下，私自从事王室活动，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，给公众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在公告发布后不久，施妮娜便被关进曼谷中央监狱中，之后的外界就失去了关于她的一切信息。曾有传言称，她在被关后不久便秘密处决了，也有说是病死了，甚至连丧礼的照片都能在网络上找到。不管是真是假，根据马哈对于前任妻子希拉米的态度上来看，施妮娜这辈子想要翻身基本上是无望了。可翻转却再次发生。2020年8月29日，马哈又颁布了一纸诏书，宣布恢复施妮娜一切王室头衔，包括宫内军职、军衔、勋章。而且就在施妮娜出狱的当天，就有一架飞机在机场等候她的到来。此刻，马哈正在德国的度假酒店中等她，所以施妮娜刚一出狱，便马不停蹄地动身前往机场。这则消息一经传出，不仅在泰国内，乃至全球都掀起了一波不小的舆论风波，在国内也占据了热搜头条。大家在津津乐道于施妮娜的手段同时，也有不少小道消息开始流传。对于此次被无罪释放，施妮娜是早就有所感觉，因为她在监狱中时，马哈就派人将她的一切信息每个月上报给自己一次。施妮娜在马哈心中的地位之高，相信从这次复位就能看得出来。要知道，在马哈的身边可是有着20多位的佳丽，但即便有这么多美人在怀，依旧无法让她忘记施妮娜。在2020年11月，马哈还特地为施妮娜开设了狱友职业培训项目，主要是为了女子监狱中的犯人拥有一技之长，这样好在日后出狱后能够更好地找到工作。在项目创办之初，马哈还专门陪同施妮娜一起在监狱中进行劳作。随后不断有施妮娜在监狱中劳作的照片流出，她会和女犯一起挖泥地，做各种劳动，丝毫没有贵族的娇气。这可能也和她幼时的家境有很大关系，而这些也为她在民间积累了不少好口碑。从一介平民到万人仰望的贵妃，从贵妃到阶下囚，从阶下囚到恢复贵妃身份，施妮娜短短35年的人生，却有着如此跌宕起伏的经历。而这些都不过是马哈一句话的事情。因为得到了马哈的宠爱，施妮娜可以从人下人变成人上人，也因为遭到了马哈的嫌弃，各种罪名加上，让她一下从云端摔到泥潭里。还是因为马哈的无法忘怀，不管他之前是否真的犯下了哪些能要人命的罪过，依旧可以安然无恙地回到荣华富贵的生活中去。正如曾经在国内风靡一时的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的主角甄嬛一般，他们一生的荣辱都由皇上一句话定夺，只有拥有皇上的爱，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。想必经此一遭，施妮娜也深谙此道，日后必定会更加努力巩固自己在马哈心中的地位。毕竟监狱中的日子是她永远都不想再回去的。